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苏秦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曲薇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认识一下这一对，请看。为什么平常一点小事儿你都要和我吵个不停？好像永远都是我在做错。面对你的咄咄逼人，我真的很压抑。你的事情永远都比我重要，哪怕是吃喝玩乐都排在我的前面。真不知道我在你心中到底是什么位置。你的霸道和任性真的让我感觉喘不过气儿来。为什么你要用自己的标准苛责我？你尊重过我的感受吗？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可你却总是逃避责任，这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可笑。也许我们是该重新考虑未来了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小张，22岁，来自四川；小韩，23岁，来自四川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谈了2年多了是吧？啊，在学校里就开始谈恋爱是吗？谁追的谁啊？也没有谁追谁吧，我们俩就是看对眼了，然后自然而然就在一块儿了。咋看的对眼的呢？就学校里有同学嘛，他们是学编导的，他们要拍作业，然后我们俩就一块儿帮别人拍作业，就认识了。因为在那个片段里就有感情戏，拍着拍着，说实话就看对眼了嘛。这次来是因为女生觉得男生有点不太踏实，是吧？我跟他在一起就这些年嘛，他经常会有很多地方让我觉得非常生气，比如说他老喜欢跟女生搞暧昧，我非常受不了。而且我们俩在一块儿，你说我是个女孩对吧？大部分支出都是我在支出，而且每一次吵架，他都不会主动认错。咱先从哪儿说？先从搞暧昧说，好不好？就是他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完了我就发现，他跟那些女孩聊天聊得特别频繁，他还要帮别人拿快递，隔三差五的从学校外面拿到学校里面给人家送过去，完了还要给人家买一支笔，这么简单的东西，跨越大半个校园，给人家送到教室门口。就这么夸张？他是我朋友，我给他送支笔怎么了？别人那些朋友为什么没有做到你这个地步？为什么你就要做到这种地步呀？你至于有这么大反应吗？我跟他有没有干什么出格的事儿啊？你看他就这种态度。有一次他们俩在食堂吃饭，然后我就看见了嘛，他还帮那个女生擦嘴。那天刚吃完饭嘛，我就给他说，你这儿有颗小米粒儿，他没看见，我总不可能拿个镜子出来给他照着吧，我就给他顺手擦了呗。顺手擦了，你又要帮他拿快递，然后你要帮他买东西，然后你还要顺手帮他擦米粒儿，你直接当他男朋友行不行？我是你男朋友啊，我当什么他男朋友啊？他就是个中央空调，别人找他帮什么忙他都帮，就他这种性格导致特别多女孩喜欢他。很多女生追他就算了吧，他对别人就是不拒绝也不接受，然后那些女孩还要来骂我。为啥？就是觉得我跟他在一块儿，说我配不上他呗，觉得我不懂珍惜他，然后说我迟早都会后悔的，说这种话。因为我平时就喜欢乐于助人啊，那些女孩喜欢我又不关我的事儿。不关你的事儿，他们骂我，你为什么不帮我说句话呢？他们骂你又不是我叫他们去骂你的呀。这叫什么混账逻辑啊？我先问你啊，是不是你女朋友？是。有人欺负你女朋友，你不出个头的？但是那些人的确和我没关系啊。已经噎得我都说不出来话了。您接着说，姑娘。他不光不管，他自己也要骂我。他自己开了一个微博小号，在上面天天吐槽我，说我管他管得严啊，就是觉得跟我在一起非常压抑，说我是个母老虎。我说你母老虎，可你平时真的对我很凶啊。我对你很凶，你就可以说我是母老虎吗？吵架的时候我不敢说，总可以在上面说吧。有一次我就拿着手机看，然后我就发现他手机里面有一堆女的，但是那种就是常年不联系，可能什么小学同学这种。因为我之前已经有前车之鉴，我已经怕了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这些女孩已经没有什么用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把她们删了吧。他不仅不删，他还跟我发脾气。你没经过我允许就看我手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你女朋友，我就随便拿你手机看一下，还要经过你允许是吗？那你好歹给我说一声啊！我看你手机还要跟你说一声，我直接拿来看不行啊！但是我后来还不是把他们删了吗？你看他就这态度，就这种无所谓，然后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根本就不重视我的想法、我的心情，你懂吗？删没删？删是删了，但他是那种感觉像是我逼着他删的，他完全不懂为什么要删。然后他是这种态度，我说实话还是不放心。
完了，我找了我几个好朋友嘛，我闺蜜这些的。说实话是想测试一下她，因为我跟她说了，平时你不要随便去加那些没事的女孩嘛。然后呢，我那几个朋友加她，她全加了。你想，3个女生突然加我，而且我还知道里面一个女生，因为她闺蜜嘛，而我知道这是个圈套，我就直接将计就计嘛，我就3个都加了。我和其中一个女生聊得挺好的嘛，我就和她做朋友，相当于把她策反了，然后就问她，你不要说了，说这种来气。你明明知道那个是我的朋友，你还要跟他聊天，你还要跟他成为好朋友。姑娘，这事儿你做的有点缺心眼儿，你知道吗？你明明知道他是这么一个人。你还放人去测试，测试就算了，你还放3个，你怎么想的呀？我怎么知道他们同一时间我一说完全都去了呀？行吧，男生在这个跟异性保持距离或者异性的分寸尺度上面是有瑕疵的，你为什么花人钱呢？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在外面一起租房子住嘛，然后我们之前找房子的时候。我们找到一套小的，一套大的。我想租那个小的，但他非要租大的。他说那个大的环境好，然后位置稍微好一点点。租到后面我就发现房租是真的贵啊！我生活费1半多都拿来交房租了，真的现在已经。行了，我已经不想听了。他日常有什么花销呀？他平常跟我出去玩、约会、吃饭、看电影，大部分支出都是我在支出，他只出小部分。他的钱花哪儿了？跟他那些狐朋狗友出去胡吃海喝，都花在这上面了。什么狐朋狗友啊？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行吧？我现在给他们投资，说不定有什么地方要找他们帮忙的。你能不能清醒一下？真正那些有头有脸的人会跟你做朋友吗？而且他上次请别人吃饭，吃完饭之后呢，去蹦迪，叫我过去。我在家里面洗头、化妆、穿衣服，真的收拾了很久，我就开开心心、漂漂亮亮过去了。过去之后呢，我屁股还没坐，还跟我说，他说走吧。我说什么意思啊？我说我刚来，你让我走。他说你去把那个账结一下。我明白了，你就是叫我过来结账的，就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 ATM 机呗。月底了，我没钱了，你是我女朋友，你帮我出点钱怎么了？不是，那你那个态度什么意思呀？在他那些朋友面前对我就呼来唤去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要面子吗？几个男人在外面嘛，就好个面子嘛。不，什么男人啊，好面子自己拿钱去啊，找一女生来买单，你们有什么面子啊？帮我撑撑面嘛。那面子是他的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下次你闺蜜在的时候，我也可以这样对你啊。我不需要。有一次也是，他跟我借钱，他说借多少？是5000，我连什么事儿都没问，我就借给他了。过了大半年吧，一句话没提。有一天我真是随口提了一句，我说哎，我说那个钱你准备什么时候还我呀？他生气了，他说我斤斤计较，他说你把利息也给我记着呀，到时候我连本带利一块还给你呗，就说这种话。当初他给我钱的时候，他又没说是借呀，我就以为他是直接给我的，我又没多想。我真是无语了。你说你有事要用钱，我肯定是借你的，而且有借有还很正常，你还要说我斤斤计较。5000块钱是什么大钱吗？你就当送给我了，行不？不行，凭什么送给你啊？就是因为这些小事嘛，然后我们经常吵架嘛。啊，为啥事要吵啊？比如我朋友圈没有给他第一个点赞，或者我吃饭的时候没有喂他第一口。然后他就生气了，因为我跟他在一起之前，我就跟他说过了，我说我是一个非常注重恋爱细节的女孩，就这些点你如果做了我会很开心，你不做的话我会很失落很不高兴，对吧？那我都跟你说的这么清楚了，我说我在乎这个东西你还不做，那我肯定不高兴啊。可你不觉得你在乎的有点太过了吗？如果说你没有做到，对吧？你跟我解释啊，你解释了吗？而且我那么不高兴了，你哄我了吗？你看看你不高兴那个样子嘛，我看着我也很烦，好不好？而且还有一次，就是我们一起做饭嘛，然后他就非要逼着我喝加了香菜的排骨汤。我们做的是就是紫菜的那种排骨汤，它本来就有点腥，你知道吗？你加了香菜就没那么腥了。我做完了，我辛辛苦苦做的，他看都不看一眼，尝都没尝一口，就那边摆个脸色。你生气什么？我还来不及生气呢。之前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说我从小闻到香菜就很难受。哎，我没有让你吃香菜，好吧？我让你尝的是汤。不是他就是不愿意，就是为了我去尝试这些新的事物。那你为什么不能为了我不吃香菜呢？问得好，问得好。而且上一次主持人我们一起去逛街，我就叫他帮我挑几件衣服来穿，结果才挑到第2件，哇，我就穿不下去了，那个衣服后面直接露一个空，非主流，好吧？就很正常的衣服呀，在哪里非主流了？徐总，你敢穿吗？啊？你那么好的身材都不敢穿，还有吗？但是现在年轻人都是穿这种呀。人家也很年轻。哦，这是男装是吗？对呀，咋敢穿嘛？这个拖鞋我也很无语，穿着出去，全部脚都露在外面了。这种就
配浅色裤子就很好看呀。你就是不想尝试，你还要找借口。你自己说你要换风格，对不对？我也挑了一些很好看的衣服给你看，给你去穿，给你去搭配，还说要给你买，然后你还要骂我。但是你为我挑衣服的之前，能不能先想一下我喜欢什么，我不喜欢什么？不要把你的爱好强加于我之上，好不好？我才比较生气，好不好？就因为这个事儿，他就不理我了。你说本来开心出去玩，谁受得了这种啊？之前我有一次生病，我就是阑尾炎犯了，然后加发高烧。他也是这样对我的。我跟他说，我打电话给他说，我说你来接一下我，我说我真的很难受。他还去打麻将了，一直都不回来。他跟我说你要是撑不住你就吃药呗，实在不行我给你打120嘛。说这种话。我基本觉得就是男生就不太想跟你好了才会这样。不是，你为什么不分手呢？主要是因为那天我们下午吵架了嘛。不用解释为什么，你要不喜欢你可以跟他分手。你们俩提过分手吗？之前没有提过。那你们俩为什么不分手呢？就是这一件事儿之后就分了。分手了就对了，谁提的分手啊？他提的。啊，那就符合逻辑嘛，就是男生想分手嘛。你提分手了是吧？对。分没分啊？分呢。不是，当时是这样的，当时因为那段时间说实话嘛，就发生了很多这种事情，虽然可能单拎出来看不是很严重，但是因为他对我的那种，不是，我觉得挺严重的，姑娘。而且他当时对我的态度，你知道吗？对一个人最大的伤害就是漠视他，他完全不重视我，他也不正视我。每次我伤心难过的时候，我跟他说，我说你理我吧，我们要好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他就不看着我在那玩手机，我真的受不了。然后当时他跟我说分手的时候，因为我还很喜欢他，我还去挽留他。我跟他说，我说不要分手吧，就是我们俩再磨合磨合。他就非要跟我分手，坚决要分。因为当时我们的确双方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儿，也吵了很多次架，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应该有一个双方的冷静期吧，我就给他提了分手。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他就完全没有喜欢过我，你知道吧？他很坚决嘛，然后我虽然一直挽留他，但他就是想跟我分。我有什么办法？我总不能死皮赖脸追着人家吧？我就说那分吧。分手之后，然后我发现他回老家之后呢，他还跟他身边那些朋友啊、什么同学什么的说我坏话。他就说他觉得跟我在一起非常压抑，觉得我管他管得太宽了，终于逃离我，就说这些话，然后好像被我知道了。说实话，当时分了手之后嘛，我的确觉得有点放松，然后有点解脱的感觉。你们俩后来怎么又和好了呢？就他后来回来找我嘛，一开始我不答应，因为我知道他说我这些话，但是他就真的说得非常诚恳，然后就说他这些缺点他都会改。然后我一开始是不理他，他还每天就在我家门口等我，等几个小时，因为那时候我没有接他电话，微信也拉黑了，就等几个小时。说实话，毕竟还喜欢，我就心软了。心软之后呢，然后就和好了嘛。哎，你们俩今天来干嘛呀？就是想和他解决一下我们之间的矛盾嘛，然后想让我们好好的走下去。解决什么矛盾啊？就解决以前发生的一些那种好像每次都没有解决过的，就是双方。因为他每次都不理我，怎么解决呀？好，那你来干嘛呀？就是虽然我在这段感情里面很痛苦，但是我给大家说的也只是我们俩比较难受的时候嘛。但他其实，说实话，谈恋爱嘛，不可能只有苦没有甜嘛，他也有对我好的时候。而且加上我真的挺喜欢他的，而且说实话，我也不小了，我23了。23，吓我一跳。但是你想想23，我以为您83了呢。但你想想23，再过几年就得结婚了，是不是？谁规定的？我觉得是该结婚了，我不想就浪费时间这样下去。你还打算跟他结婚啊？那不然我来干嘛了？我就想跟他走下去嘛。好，知道了，那就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结啥婚呢？我看你是发婚了，每天看他给各种的女生去买东西送东西，然后还给擦去嘴角的饭粒，这样的一个男孩你嫁呀？在外面租房子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学校没宿舍吗？有。你没到毕业那一天，你就不应该晚上的时候不回学校住啊！这就是家长给钱给的太多了，所以才会说出5000块钱也不是什么大钱嘛。天哪，你真有钱，5000块钱都不是大钱了。你没有钱，自己想办法去挣钱，为什么要伸手管他要？不是因为成了男女朋友之后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权利，这个权利可以支配一切事情。男朋友女朋友在一起是因为我们相爱，我们在一起是有了一定的权利，这个权利是什么？是爱你的权利。你有了权利，也就相应的你有了责任，
请问你的责任在哪里？而且谁告诉你们的？他是我男朋友，他的手机我就可以随便看。因为我所喜欢的，我所想要的爱情，就是那是你所想要的，因为我可以做到这一点。那是你可以做到这一点，在这段恋情当中是你，听明白了，是你，不是他。你不是在跟自己谈恋爱，你是在跟他谈恋爱。所以我希望他也可以做到这一点。他做不到，这就是你们俩现在最大的问题。都是我以为的，我以为的谈恋爱应该是什么样的，我以为有了男朋友女朋友我就有了什么样的权利。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挺可笑的。年轻人现在踏踏实实的好好想想自己的未来在哪儿，爱情呀对你们俩来说就先放放吧。谢谢莎娜老师。苏老师，刚才您说了，说那个女朋友给你花点钱有问题吗？是吧？那个你是我女朋友啊，一个月花多花少，那我觉得我从你这儿拿钱很正常啊。有一个词儿叫软饭硬吃，就说的就是您这款姑娘。我现在在想，如果你此刻你跟他再继续交往，你不会再为他付任何一分钱了，你觉得他还会跟你继续下去吗？我觉得他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就像我说的，他其实也有对我好的地方。姑娘，我从你身上我看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刚才你说了，你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一些特别注重细节的人，往往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，然后他所提出的所有的关于原则性的问题，你都能忍。但是关于什么朋友圈第一个给你点赞啊，第一口饭必须喂给你啊，这些事儿你特别较真儿。那我问你啊，一个男人就算是朋友圈第一个给你点赞，第一口饭喂给你，然后其他的处处方面他都对你不好，你生病的时候打电话他让你打120，他都不会出现在你面前，而他是为了去打麻将。你跟这样的男人过日子，将来未来你会感觉到有安全感吗？这日子能过吗？你对于恋爱很多爱情的要求和标准，我觉得就非常的扭曲。你可能贪图一些当下的一些这种小体验、小感受，觉得啊，那好像很甜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那些小甜小蜜，它不是说一个人在生活当中他能够为你负责任的呀。我知道，其实大的原则方面，一开始我也是有要求，可是他做不到，我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对吧？那我喜欢他，我爱他，我除了能退步，我还能怎么样呢？对吧？所以你都说了，大原则的、大的这种责任感的，他做不到。那我在想，我们找对象找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不就是要找一个三观正、有原则、有责任感的人结婚吗？如果这些人他所有的这些都做不到，我为什么要跟这个人去浪费我的青春呢？我觉得这是你需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地方。我们23岁的年纪，连你也说你觉得你23岁年纪不小了，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年纪一天一天荒废在一个没有原则、没有三观又没有责任的人身上？只是为了获取一点点小甜蜜，而那一点小甜蜜其实也没得到。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，你应该好好问问自己这个问题。你要和他在一起吗？特别想。对，我想。因为他对你好，对吧？对，因为他有很多优点。3岁哈，我刚刚看看你，还又看看莎娜老师，我觉得莎娜老师都比你看着年轻。我不太愿意回到西宁，但是我爸在家里面就是那种一言九鼎，又是那种一家之主那种作风，我就特别受不了，我又拗不过他，然后我就想着把他带回家让我爸妈看一下。带回家以后，我爸妈也挺满意的，但是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让他也跟着我一块儿回老家那边发展，给他也找一个稳定的工作。你愿意吗？我是愿意的。人家姑娘是愿意的，但是我不愿意啊，因为我觉得回家那边没有意思。回到成都以后，我就跟他商量，就想着能不能说他爸妈不同意他远嫁，但是他就不愿意，我俩就因为这种事儿就一直吵架。而且他还把我的妈妈牵扯进来了，说的是我妈妈不同意我远嫁，其实我是愿意的，我觉得他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嘛。我说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，我就想着就是说我俩在成都挺好的。这谎言一点都不善意。对啊，那你为什么还扯我妈妈进来呢？但我想着不是成都咱们玩起来也方便嘛，我朋友这些也都在这边。那你是到底是想着玩还是想着我们的以后呢？然后就因为这种事儿，以至于他后面各种事儿都是那种草木皆兵，我就想着，那弥补他，我就提出来跟他合租，因为当时刚毕业，我以前从来没有跟我前女友什么合租过，我也不太愿意别人管着我。
我相当于羊入虎口一样跟你合租。什么叫羊入虎口？你跟我合租，你说叫羊入虎口？但你可以管着我了呀，你管着我以后，我是不是手机那些你也天天都查，这种小事都不用说那么多了。然后还有，就我平常喜欢去酒吧轻松轻松嘛，他天天管我管得又那么严，然后我又不敢出去。不是你今年多大？我今年22。这22岁老去这个酒吧干啥呀？年轻人不都是喜欢在那边玩一玩，放松一下？我们那会儿可能没那条件，可能啊，没那么多酒吧，没那么多钱，也没那么多闲啊，所以行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哥们儿经常叫我去酒吧嘛，就我没跟他在一起之前，10次我可能就能去10次，但现在我跟他在一起以后，我哥们儿叫我10次，我可能只能去1次。那你每次都怎么去的嘛？他每次去酒吧之前，他在家里面戴项链、戴首饰、喷香水，然后穿的比他现在这件衣服还要花的去。但是年轻人不是都是这种穿着吗？那你那样穿的去那些地方，而且你还没有带我，我怎么能放心？我一个人家里面，我晚上你去外面嗨得特别高兴，我在家里面睡都睡不着。那我叫你去，你也不去了吗？我不喜欢去那些地方呀。然后有一次，就是我哥们儿说喜欢一个女孩子嘛，我去酒吧就相当于过去帮衬一下。然后追一下人家，然后我要出门，他就不让我出。后面我还是去了，然后他因为这种事跟我吵了好几天。然后好几天以后，我哥们儿再叫我出去玩的时候，我就会发现我衣柜里面好看一点衣服都没有，全部都被他捐了。那你哥们儿为什么不叫其他人叫你呢？而且你那衣服是前女友买的，每次出去玩还要穿。我不给你捐了，我放在那儿干嘛？我每天看着那些衣服，想起你跟你前女友的过去的点点滴滴吗？那衣服买都买了，对不对？我没给你买过衣服吗？他给我买的那种衣服都是又土又单调，什么这块印个 Hello Kitty， 印个哆啦 A 梦。那我也是花了心思给你选的呀。那种画像，就包括他今天穿的，我都觉得他穿的很土。两个年轻人都挺可怜的，男生是空虚的可怜，女生的是卑微的可怜。哎，真是。哎，你们觉得谁在这段感情当中付出的更多一些呀？我觉得我真的付出的更多一些了，因为我之前啊。就从来没有对别人这样付出过啊，然后我现在对他这么付出，就我前女友什么的，经常给我送些什么首饰啊、衣服啊这些的，我也没有怎么说回过礼啊。然后我跟他在一起以后，不管他什么生日、6·1儿童节、5·20，只要是能跟感情沾边的，我是不是都送了你很多礼物？但是你知道我真正想要什么吗？我过生日那一次，我从提前2个月我就开始在暗示他，说我想去迪士尼玩一下嘛，因为我想在我过生日那天那么重要的节日，去我一直从小就想去的地方，跟我喜欢的男孩子一块儿去。我从2个月开始之前就开始在暗示他，他就一直糊弄我，就一直没有带我去。但是我说了，我们俩没有时间，你又要忙你的工作，我只是说把这个日期延后一点，这一点你都不能接受吗？你怎么就没有时间？而且我们在一起这段时间里面，就生活中支出都是我支出的比较多，我都有时间，你怎么就没有抽出时间来呢？但是我只是说调整一下时间，并不一定非要那当天去啊，对不对？我就想当天去啊，当天是我过生日呀，我觉得这个节日很重要。包括他异性人缘真的特别好，就好到那种，他兄弟的女朋友跟他关系都特别好。啥意思啊？就他一个玩特别好的兄弟嘛，是因为我们之前就认识啊。你们之前就认识，加微信这我就不说了吧，还一起拍吃饭的抖音那个视频还发朋友圈了。我们2个的视频你都没有发朋友圈，你把你和别人的视频发朋友圈了。那只是一种恶搞视频，就抖音上很多那种就是说拍起来比较搞笑一点视频，然后我就拍了一下，然后他就能把这件事放到心上，就这么敏感。那你手机里面全他的照片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哥们儿女朋友，我从来就没有把她当成女生看过。因为我们3个人，你没有把她当成女生看过，你让我去学习别人的穿搭，你说别人穿的很好看。他们俩就是我介绍认识的，所以我们3个人经常一块出去玩。然后我手机里面我哥们儿女朋友的那些照片发给我，是想让我帮他做一个什么，就抖音里面那种剪辑视频，然后他就在这很敏感的说这些问题。刚才你女朋友说希望她的穿搭跟那个女生的穿搭是一样的，是吧？是你要求吗？他还当着我的面夸人家很好看，让我去学习别人，还让我变成他那个类型。我只是觉得你穿上他的衣服可能会比他更好看，我带出去以后，别人可能也会说夸你漂亮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总觉得你的那个审美有点土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觉得你他要不土干嘛找你啊？你觉得他是洋还是土？我觉得他对那种他找你是洋还是土，兄弟？我觉得他找我可能是，就是被雷劈了一下，然后突然土就变成了特别洋，就找到了你，是吧？他每次还在家里面说我什么短腿侠呀、矮冬瓜呀，就拿着我这些来说事儿。你也这样说过我呀？他经常，就比如说看个抖音什么的，
然后他看抖音，他刷那些男生啊什么点个赞，我就不说什么。但是我只要一刷，一点赞，他就要骂我。我是只点2下，而且你都能看得见。他说我这么猥琐，我这么猥琐，凭什么看人家女孩子的视频？对不对？那你看的那个是别的女孩子吗？你看的是他兄弟的女朋友的视频，就一直在那上面点，根本就不是那种点双击的那种，就感觉是在摸人家额头、摸人家那种脸的那种感觉一样，就让人感觉到那就是你太敏感了呀，你太草木皆兵了，真的。我跟你说过很多次，我对你和对我前面那些不一样，你总是不相信。哎，那我应该怎么样才能让你相信？我问一句，就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，除了觉得他跟他的那个好哥们儿的女朋友，你觉得他喜欢之外，还有别的什么让你觉得不踏实、不安心的异性吗？好像没有，而且每次我出去和我闺蜜吃饭嘛，就带着我闺蜜那些去，她不认识我闺蜜，她都可以和我闺蜜她们那些就聊起很好的话题。就是你除了怀疑，或者说你除了认为在现实生活当中他觊觎他好哥们的女朋友之外，现实生活当中他就没有再跟其他的女生或者女性有那种过密的来往，是吧？就有一次，他不是比我先找到工作吗？我当时就有一个干姐嘛，然后她是做模特的，然后我就想着跟我姐姐一块干模特，然后我姐姐也同意啊。本来做模特这个东西就是全国到处跑，经常出差，然后我一出差，她就疯了一样的，给我这个朋友打电话问我在哪，给我那个朋友打电话问我在哪，那是因为我给打电话你没有接呀？一天12个小时，她能给我打24个电话。那我给打电话你接了吗？因为我们打电话打视频，我每次白天给他打视频，他在忙没有空接，那我好我等嘛，等到晚上给他打电话，他就说的是我白天忙得太累了，我晚上早点休息了。他在家平时都是1、2点才睡的人，我8、9点给他打电话就说他要睡了。但是我在工作前的时候，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我要工作了，或者我工作完我还会主动联系你。你每天给我发的微信就是，要不就是你要工作了，要不就是你工作完了你累了你要睡觉了。真的，我觉得其他时间你在干嘛我都不知道。我觉得他真的太敏感了，管得越来越宽，越来越多。还管啥了呀？各种事儿，只要是生活起居，到我出门什么都管。见过他那个姐姐吗？上次吃饭的时候见过，但那次也闹得特别不愉快。咋了？然后我觉得他跟他那个姐姐肯定是那种不是那么简单的关系。我来说这个，就跟我干姐不是说出差刚做完活动回到成都嘛，然后他说他要请我们俩吃饭，然后我当时想着也没有啥，就顺便把我干姐也介绍给他认识。然后进门第一件事，他拿出一束康乃馨给我干姐，然后你说了一句什么话？你说要不你别做他干姐了吧，你做我俩干妈吧，赚钱给我俩花。你觉得这是一个正常人能说出来的话吗？可以啊，这姑娘。那你天你不接我电话，我也急啊。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你能说出来那种话？你不要骂我行不行？你每次都骂我。我真的觉得我为你改变太多了，但是你就一点都看不到我的改变，你只是说会要求我这儿要求我那儿，那饭就没法吃了是吧？没吃，不欢而散是吧？其实送个康乃馨就行了，还非要说出来，你说这孩子真是。今天为什么而来呢？我就是觉得他现在管我越来越严格的，开始逼这个男生，对吧？按照他想象的那个男孩的模样开始重新构建他，对不对？要乖，要听话，做的举动是干涉你的朋友圈，把你认的干姐当干妈认，这都不重要。最狠的反击是，你玩我也玩，看谁能玩，你受不了了，对吧？对呀，我觉得你接着去玩嘛，因为我觉得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嘛。那我以前做的那些事儿，我现在就在改正，在慢慢改正，但是你一点都不知足。所以你现在是要求复合，对吗？人家要分手，对吧？对，你看这个小身体里爆发出的力量，就得治嘛。但是这方法咱们一会儿再议。你真要分手啊？有时候还是会想起来，就在一起那些比较好的时间。啊。提条件啊？青海还回得去吗？感觉回不去了，他态度太坚硬了。啊，那要回不去就分手呗，是不是管用啊？哎，要不然分手，要不然回青海，你选一个。我不回青海啊！我不回青海，但是我也不想跟你分手。哎，所以其实男生心里是有男生心里坚持的，啊，女生心里也有女生心里所坚持。你没有看出来他是求复合是吧？行了，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。这对情侣应该怎么办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人的敏感不是空穴来风。为什么男人经常说你这个女人特别敏感多疑？天生我们就是福尔摩斯吗？
我们天生就长了一张贪的脑子吗？不是的，是因为你的种种行迹发生了变化，我们才会去怀疑。而且但凡一怀疑，就一定会有事儿，只不过是没有抓到实质性的证据罢了。你平时睡觉那么晚的一个人，在外边工作8、9点就困了，鬼信呐！我真的在忙。8、9点不是困了吗？就是怎么又成忙了呢？太辛苦了，然后太辛苦了，怎么辛苦？你告诉我模特怎么辛苦？拍片子啊？对，然后就早点就睡了。8、9点就睡了？对。拍几个小时啊？白天？就从早上8点。你拍片子的时候有歇着的时候吗？有歇着的时候。有歇着的时候，为什么不能跟女朋友视频一下呢？别整得你从早上睁眼到晚上睡觉前一直在拍片子。但是我们没拍过片子呀。但是我在之前我就会给他说。你给他说完了，然后呢？我就是想验证一下你拍片子的时候干嘛呢？你为什么不接视频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会疑心，他会多疑。你老说他不给你自由，不给你空间，事出有因呐。因为我觉得太麻烦了。如果说他打完那个视频，谈恋爱就很麻烦。我觉得他还会再打一个。谈恋爱就是一件麻烦的事儿。你不想麻烦，别谈恋爱呀。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恋爱就是应该说比较自由一点。什么叫年轻人的恋爱比较自由一点？这是什么恋爱观？年轻是好，但年轻不是你挥霍的资本。所以我现在非常怀疑你出去跟这个所谓的姐姐去拍片子，是真的为了找一份工作，还是以工作为目的，还是以工作为借口？没有一个男朋友会在这么大庭广众之下去指责自己的女朋友，觉得她土。你那么看不上她，那么瞧得起别人的穿衣品格，让她向别人学习，那你去找别人，你找她干嘛呀？不要再浪费青春了。如果你要是想好好爱一个人的话，人家是真的想要跟你踏踏实实过日子，愿意回到西宁去接受家里的安排。你倒好，你拿人家的善意当成了你的挡箭牌和你利用的工具，你还返回来说我就是个善意的谎言。所以如果你不珍惜这个女孩的话，那就算了，那就放手，然后也不要挥霍自己的青春，好吗？谢谢。谢谢莎娜老师。苏老师，这个世界上最可悲的爱情是飞鸟爱上了鱼，一个就应该是属于天空的，一个就应该在大海里待着。你们两个呢，一个是就喜欢夜生活，是吧？天天混酒吧；一个呢就是喜欢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就喜欢踏踏实实过日子。你们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为什么非要把自己扭到这同一世界里？你知道，你现在22岁，就算你把他抓回青海了，在那儿找了一份安稳的工作，那你能保证他32岁、42岁的时候不会背叛你，去为现在的他补课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真的心里有想法的人，他就在一个无人区，他还能拿出手机来，在网上搞搞暧昧呢。姑娘，我都不知道你看上他啥了，就看上他外表长得高，长得比可能有一些男生长得稍微好看点儿，是吧？因为我没觉得他内涵有能够吸引到一个女孩子的特殊的地方，因为从他的谈吐，从他的气质当中，至少没有吸引到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任何的一点点的特质。然后这个男生喜欢这个女孩是什么呢？你说他土，说他矬，说他各种方面的不好，你是不是就看中他对你死心塌地？是不是在你的周围实在也找不到比他更在意你的人了？你估计看中的也就是这一点。在我心目当中，我觉得恋爱只能基于一个前提，就是彼此欣赏，彼此吸引。女孩啊，我都替你累得慌，你就一直在跪着爱一个男人，我都不知道他有哪点好让你一直跪着爱他。就我说的这个跪着爱他，还不是说他天天打压你，而是你天天在心里打压自己。你老拿他跟说他周围的那些姐姐呀、妹妹啊，还有什么别人的女朋友啊，你就是在心里给自己做那个比较。但是实际上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个姑娘清清爽爽，然后受过教育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之前还有一份特别好的工作。我觉得从各种硬件软件上，你的条件比她强多了。
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得把自己打压成那样，像一个丑小鸭一样，我真的不理解你。如果这段感情让你天天嫉妒、冲动，把那么好的工作说不要就不要，我觉得这段爱情已经完全不适合你了。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，该学点东西学点东西，该找份正常的工作，咱好好工作。趁着自己年轻的时候，提升一下自己的眼界，是每一个可能在爱情当中困惑的女孩最好的解决的途径。谢谢苏老师。曲总，怎么提升你的眼光啊？就记住以下3句话：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。视其所以，就到底看这个人做事的动机是什么？他是喜欢你吗？分明不是。你觉得你土吗？觉得你眼光不行吗？他喜欢你的是什么呀？在他开场的时候就说出来了，是他追的我。我们可没有问那个谁追谁啊，明白了吗？在这段情感当中，他是找你是因为觉得你听话，你也是在一步一趋的在追他，对吧？你是把他追到手的，但他看上你了吗？并没有。观其所由，就是他在做一件事情啊，他采取什么方式？他采取什么方式啊？骗，他不想回西宁，是吧？这是人家自由嘛，他可以直接和自己的父亲去沟通去说明，但他做不到，不敢去，那就只能骗。同样对待你，又有多少次骗呢？不好说嘛，对不对？你也感觉得到了，对不对？当他想达到一个目的的时候，他采取的手段是见不得人的呀。说明他弱呀，他内心很弱呀，他只能向比自己还弱的人去拔刀嘛，这就是弱者思维。他想独立，但他摆脱不了父亲的控制，他只能来控制你哦。察其所安，这个安其实可以有2个解释，一个是你安心做什么事情，一个是在你休闲的时候你愿意做什么事情，什么事情是你感兴趣的。请问他现在安心做什么事情了呢？做有意义的事情没有啊？或者说他不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，他陪你了吗？也没有啊。你就为了这么样一个人，你放弃了自己的城市、自己的家乡，对吧？你要跟他去回西宁，是吧？另外，你还要放弃自己的工作，你不行，那我也不行，你不要工作，我也不要工作了。我的天哪，你们要一起沉沦下去吗？所以，姑娘，让自己眼光好起来，让自己变成有价值的人，可以吸引、欣赏你的人来。而不是一步一趋的追一个你不应该去追的人，就这样。谢谢曲总。米娜老师，我们其实都是普通人，但是爱这个东西挺好的，它是魔法。当爱降临在一个姑娘的身上，她就突然一下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迷人的女神，这是一般逻辑里头的爱。就像她如果看到你的时候眼睛里冒星星，那她是爱你。他能够在你的普通下看到你的不凡，看到你的各种美好，那么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爱，它将激发你的无限潜能。可是他不是呀，他眼里的你是矮冬瓜，是土。他看到哪些人会冒星星？干姐姐和好兄弟的女朋友。谁能够容忍自己的男朋友夸自己朋友的女朋友比自己女朋友好看的？你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女朋友和不相干的人对比，并且要埋汰自己的女朋友呢？我只是觉得，如果说他也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风格，他改变什么呀？他为什么一定要改变自己去迎合你呢？既然看不上他的风格，为什么不能够直接换一个呢？这就是一个要命的地方。当你明明不喜欢这一个类型，你却占据着这一个人，占据着他的时候，用的全是挑剔的眼光和想改造他，这很可怕。原本可能很自信的一姑娘，会因为你挑的，她自己觉得天哪，我怎么是这样？不能跟这样的人谈恋爱啊！我不想说他好或者不好，只是说只要有人带给你这样的感觉，请你一定要离开，因为会毁了你对自己的正确认知。如果有一桩恋爱将会使我不自信，使我迷惑，使我有不安全感，使我觉得处处不如他身边的某某某，那么是时候结束这桩恋爱了，因为是这个男生不懂得审美我，而不是我不行。心疼你，离开他。谢谢米大老师。
就是在你未来的感情里面，不论是跟他继续，或者跟别的什么女性，如果再有感情的话，学会尊重女性，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。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那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看看这对年轻的朋友如何选择吧，请开门。走进爱情保鲜剂。有网友提问说，谈了异地恋3年了，那如胶似漆的阶段已经过去，男朋友呢进入了创业忙碌的阶段，突然的冷淡和低频率的联系呢，让我这半个月非常的不适应，我受不了缺少陪伴，他觉得我不理解他，我该怎么办？如果受不了没有陪伴的恋爱，那你就不要选择异地恋，异地恋本身就会缺少陪伴，那在异地恋同时，对方又经历创业阶段，就更需要女友的支持和理解，而你完全不支持也不理解，要么结束异地恋去找他，要么就离开他。要再一次的谢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，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